在巨大的殿宇北侧，莫惊天、林范等各路大佬聚集，眼巴巴盯着一个场地，通往殿宇的5个通道将产生5位幸运儿。高墙上的光幕映射殿内激烈战况，林范等人焦虑不已，这名额对他们来说比珍宝还贵重。突然，众人发现光幕上闪现3个身影，啧啧称奇，山岳宗的2小子，运气真好，居然一起凑一块了。灵动也被挤在一起，引起一片笑声，尤其是山岳宗主嘲笑着说：“林范，看来你们林氏宗族倒霉透了。”林范淡然回应，但山岳宗主满脸幸灾乐祸，认为灵动难以一战。众人期待着3人在光幕中展开激斗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山岳宗主愈发得意，因为他们联手竟然败在灵动手下。砰！最后一击震动了光幕，众人惊讶地看着灵动。山岳宗主脸上的幸灾乐祸渐渐消失，他们意料之外的败北了。林范冷静地看着，笑着向蒙山宗主拱手承让了。山岳宗只有2个参赛者，却在第1轮惨败，让他气得有喷血的冲动。真是他娘的倒霉！蒙山只能咬牙挥袖，没想到灵动如此强大，连陆奎2人都未能取得好处。其他势力之主笑着祝贺林范，他们的2位选手都成功晋级，而灵动与林狼天也轻松晋级。林范皱眉，明白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，因为这些晋级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接下来的2轮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大殿内，陆奎2人认输后，青铜大门缓缓开启，灵动毫不犹豫地迈步而入，穿过通道，来到比之前大上1倍的巨型大殿，石柱如擎天柱一般耸立。在大殿中心，灵动静静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。他知道这轮淘汰率极高，进入此处的都是天才中的佼佼者。如果运气不好，他可能会遇到青山墨灵、白衣天罗剑杜云等强手，让他感到有些倒霉。等待了将近10分钟，灵动开始感到不安，他的眉头紧皱，目光投向通往对方的幽深通道。难道对手还没解决第1轮的2位对手？气息稍微波动的瞬间，石柱后的阴影陡然蠕动，化为一道模糊人影，高速袭向灵动。这对手一直潜伏在这里，等待着灵动气息放松的一刹那。灵动的精神力防御出现在关键时刻，挡住了对手的偷袭。对手退去后出现在高处，淡淡笑着称赞灵动的躲避本领。灵动转身发现站在柱子上的是一位穿墨色衣衫的男子，极富傲意。这位墨色衣衫男子正是黄埔影，显然是黄埔宗族的代表天才。大殿中，一道诡异身影现身，引起势力主们的关注。发现是黄埔宗族的黄埔影，周围议论纷纷。2大宗族的天才终于相遇，引发了一片期待。林范听到黄埔影的名字，脸色凝重，对方的名声让他心生忧虑。在一旁的黄埔陇则淡定地劝慰黄埔静，表示对灵动的信心。大殿内寂静，气氛冰冷。灵动转身面对出现在柱子上的黄埔影，认出对方是黄埔宗族的真正天才。灵动略感诧异，对方明明傲气十足，却有着阴影之笔的名号。2人对峙，黄埔影显得傲气不减。他擅长暗袭之术，甚至在手中留下过造化境大成强者的亡魂，让灵动对他感到相当谨慎。黄埔影向灵动询问与林青竹的关系，灵动淡定回应她将成为自己的女人。这一言论引起黄埔影的不悦，他暗示灵动将为放肆付出代价。灵动闻言笑了笑，他觉得这家伙黄埔影的心气儿挺足，但实力只是到了造化境小成，他倒是想看看怎么能让自己付出代价。黄埔影回应道：“等下你就不会这么瞧不起我了，你会明白，只有我才能配得上青竹。”的确，林青竹是无数年轻天才的梦中情人，且大家都明白，想要吸引像她那样优秀的女人并不容易。但是，既然灵动已经开口说痛青竹会成为他的女人，那他就一定会把这个承诺实现。黄埔影的身影随着他的话语渐渐消失，灵动的眉头紧皱，他感觉到黄埔影离开的地方还留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波动，表示他所修炼的暗袭之术的确有几分手段。随着黄埔影的消失，大殿再度陷入寂静，但殿内的杀气却越来越浓。灵动站在大殿中央，感受当空的压力，元力在体内迅速运转，一股股阳刚的元力在身体周围涌动，手指上更是有微光闪烁。这时，大殿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冷喝：“隐患！”这是黄埔影的攻击。地面上的10数个巨大阴影开始蠕动，化为10数个黄埔影的身影，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灵动扑来。灵动知道，这10数个身影中只有一个是真的，也就是说，最致命的一击就在其中。在看似接近无法防备的攻势面前，灵动身形如青烟般划过空中，直接闪避开对方的攻击。随后，他的掌风如百川入海，每一掌下去都会有一个阴影消失。就这样，短短几个闪烁的间隙，4个阴影已经只剩下一个。而灵动凛冽的掌风让留下的那个黄埔影不得不后退。然而，黄埔影才后退不远，灵动已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掌向他的胸口猛击过去。黄埔影的阴笑还没完全消散，他们脸上的假象就猛然爆裂开来，颓然化为无物。看着这一切，灵动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因为他知道，哪怕是黄埔影最后一个残影，也不是真正的他。下一刻，灵动感觉到大殿的杀气猛然凝结，在他的头顶上，黄埔影那道身影出现，
他手中正紧握着一把阴影真剑，这真剑细长如针，却剑气逼人。黄埔影身子冲向灵动，手中的真剑毫无阻力地狠狠刺向灵动的天灵盖。然而见到灵动直接以空手对阻，黄埔影的眸子中流露出疑惑的神色。他这一击，即使是灵动全力防御，也未必能挡得住。然而他现在竟是直接用肉掌去抵顶，这无疑是找死的行为。灵动伸出的手掌最终是被阴影真剑洞穿，但是奇怪的是，真剑并没有从他的掌心透出来，在他的掌心之上，空间瞬间扭曲，形成了一个黑洞，将阴影真剑吞没。灵动看着阴影变得越来越暗，微微一笑：“原来你还有这项技能。”灵动在吞噬黄埔影的灰黑色能量的同时，从中识别出了熟悉的精神力，算是对这个对手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。黄埔影的精神力能量虽然有些变异，但赫然有精元之力的痕迹。想来黄埔影应该也是将精神力和元力进行了某种融合，只不过和灵动的精元之力相比，黄埔影的这种融合显然复杂许多。对于黄埔影拥有同等级别强大精神力的推测，灵动透过接下来的交锋有了证实。这使得灵动第一次在同辈之人身上看到了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人能够将精神力和元力修炼到如此程度。怪不得你这么得意，那么你在造化境小城之下还隐藏着这么强的精神力。灵动皮笑肉不笑地说，他抬头看着黄埔影，脸色也凝重起来。既然你知道了这一点，还不快滚蛋！黄埔影却是冷然一笑，毫不在意。然而面对黄埔影的冷笑，灵动却是自信满满。你以为你的精神力很了不起，达到了造化境大成的强者抗衡的威力，但是谁规定造化境大成的人就可以和我一决高低？灵动冷笑一声，大手一挥，我现在就让你明白，即便是你引以为豪的精神力，在我面前也不过如此。灵动手掌一挥，精神力化为一道晶莹的巨拳，向黄埔影猛轰而去。黄埔影此刻感觉到灵动的精神力丝毫不弱于他，甚至强出一线，暗暗震惊。怎可能？黄埔影啧舌，我好不容易获得的精神力遗产，他怎可能会比我更强？面对这样的失望，他讪讪地笑了。黄埔影没闲着，马上挑起了反击，他的阴影一瞬间变得无边无际，如同网一般将灵动的精神力巨拳裹了起来。他搓手变换阴影枪向灵动攻去。灵动看着黄埔影疯狂的攻击，微微一笑，咆哮一声，精神力化为一道音波，瞬间爆开，将黄埔影的阴影枪消灭殆尽。黄埔影现在面色变得更难看，他咬舌喷出血，分裂成10数道注入那些石柱的阴影中，阴影扩大，瞬间变成了诸多巨大的阴影兽向灵动撞去。灵动看着这一幕，微微叹息，随着他的握掌，那些阴影兽身边瞬间出现了数十个巨大的水晶炮，将它们封锁其中。随后他闭上手掌，水晶炮爆裂，阴影兽也随之沉没。黄埔影看到自己的阴影兽被吞食，脸色更为阴沉。而灵动看着黄埔影，开启了调侃模式：你的精神力和阴影的结合确实有些效果，不过对我来说可没什么用。黄埔影冷笑一声，消失在阴影中，大笑声回荡在整个大厅中，令人无从知晓他真正的位置。灵动皱了皱眉头，他知道黄埔影在等待自己的疲软，只要大殿内的阴影还在，黄埔影就有可能随时发动攻击。消灭阴影，灵动依赖众多的石柱瞥了一眼，内心非常郁结。他知道，除非他能消除所有的阴影，否则黄埔影就有无穷无尽的隐藏地点。但他也知道，为了打败黄埔影，他必须要针对阴影进攻，否则战局将持续下去。黄埔影说到：“灵动，你也太蠢了，想要消除阴影，直接运转吞噬祖符之力，那吞噬之力连光线都能吞噬，一些阴影又算得了什么？”就在灵动眉头紧皱时，突然间，小雕的声音在其心中响起：“吞噬阴影。”闻言，灵动先是一怔，旋即眼中陡然掠过一抹欣喜之色。他倒是忘了这一茬，以吞噬祖符的霸道，连光线都能给吞噬了，更何况这些阴影。想到此处，灵动脸庞也是掠过一抹笑容，心神一动，一圈黑洞便是在其脚下缓缓地扩散而开，顿时间吞噬之力陡然弥漫而开。而随着吞噬之力的蔓延，顿时间奇异的一幕便是出现，只见得大殿之内那些虚无实质的阴影居然在此刻全部蠕动起来，犹如化为一道道黑色的液体一般流淌过大殿，最后一丝丝的被灵动脚下的黑洞尽数吞噬。灵动面带笑容地望着那些如同流水般汇聚而来的阴影，掌心中雄浑的元力却是陡然运转起来。他知道这一次黄埔影必然便是躲在这些阴影之中，在被黑洞吞噬之前，他一定会现身。在灵动的注视下，那些阴影越来越靠近黑洞，就在最后一道阴影距黑洞还有丈许距离时，一道阴影终于是蠕动起来，旋即一道人影便是从中爆掠而出，然后闪电般的后退，正是黄埔影。我看你现在还躲什么？就在黄埔影现身的那一刹，灵动的身体也是暴掠而出，步伐连踏，9道残影几乎是在刹那间便是从其身后出现，而其浑身波动也是瞬间暴涨。紫影九魄，灵动脚踏太清游天步，手中更是直接施展出了紫影九魄，身形一闪之下，便是出现在了满脸震惊的黄埔影面前，而后眼神冰冷，一拳陡然轰出。
面对着灵动如此凌厉的一拳，那黄埔影急忙催动元力在面前形成防御，同时精神力也是暴涌出来，试图拦截灵动的攻势。然而失去了阴影那种奇特的手段，正面抗衡，黄埔影根本不可能会是灵动的对手。因此，当灵动一拳轰下时，那层厚实的元力防御几乎是在刹那间崩溃，而那一层层精神力防御也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被震爆而去。凌厉的拳风携带着雄浑而霸道的波动，终于是穿透所有的防御，最后在黄埔影那惊骇的目光下，重重地轰在了其胸膛之上。如此重击，黄埔影的面色瞬间惨白，而后一口鲜血喷射而出，身体也是如同炮弹一般倒射而出，狠狠地将一根巨大的石柱拦腰撞断。灵动的身形缓缓地浮现出来，他望着那气息瞬间萎靡的黄埔影，眼神微微波动。他知道这一次的种子选拔，这一位黄埔宗族的天才人物到了出场的时候了。而在灵动击败黄埔影之时，那殿宇之外的高台上，林范的脸庞上也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他知道灵动距离名额越来越近了，只要他能够闯过接下来的这一轮，那么他便是能够顺利的取得名额。当然，他也明白接下来的这一轮才是种子选拔的真正正戏。在大殿里，灵动淡定地看着气息突然减弱的黄埔影，那前一刻的猛烈攻击已经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黄埔影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对灵动构成威胁的能力了。你输了。灵动看着正在努力从地上爬起来的黄埔影，淡然地说了一句，然后转身向着通往下一轮的青铜大门走去。黄埔影面色苍白，背靠在石柱上，用他阴沉的脸庞看着灵动的背影。然而他并没有再冲动地去攻击。他曾经以自己的暗习术为傲，但在灵动面前，这个祭舔毫无威力。正面交战的话，他更不可能是灵动的对手。尽管这个子选拔过程中参选的都是各大势力中的优秀人才，有规则规定在交手中不能置对手于死地，也为了避免这些大势力抱恨在心而爆发冲突。当然，虽然不能毙命，但黄埔影很清楚，如果他不知道适可而止，灵动很可能在不对他置之死地的前提下，让他全面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痛苦。灵动，你本事的确不弱，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凭你的这些能力，根本就没资格追求林清主。黄埔影靠着石柱，盯着灵动的背影，突然冷笑道。灵动的脚步微微一顿，淡淡地道：莫非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？只是跟你实话实说而已。当然我也知道，我更没那种资格。黄埔影倒是并不怎么理会灵动话语中的许些杀意，反而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声音中有些苦涩的味道。你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与他相比，我们只不过在这东玄域苦苦往上爬的蝼蚁罢了。你我在这大炎王朝自以为是天才，可若真是在他那个层面，所谓天才不过只是笑话罢了。灵动，你有能力，不过还是奉劝你一句，量力而行。有些东西天生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。灵动静止了一刻，在深深的沉默中转过头来看向黄埔影，一时间他那副傲慢无礼的样子消失无踪。他用一种坚定的眼神盯着黄埔影，然后慢慢开口：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想到2年前我还只是个无名小卒，然而2年后的今天，我却能在这个宏伟的王朝中和你们这些天之骄子一决高下。他的身份再高，只要我决心要做的事，我就不会放弃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比你更有决心。你要是真想变强，那这种想法肯定是行不通的。只有无所畏惧，才能真正的变得强大。灵动开朗的声音渐渐消散，他没有再迟疑，转身走向那扇正在缓缓开启的青铜大门，在黄埔影的凝视中慢慢消失。只有无所畏惧，才能真正的强。黄埔影低声念叨着，他注视着灵动逐渐消失的背影，沉默片刻后，艰难地笑了笑。他说出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是何其难。世间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呢？片刻后，林范族长，真是恭喜你了。没想到灵动这么强悍，竟然连黄埔影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林琅天也通过了第2轮，看来这一次你们林氏一定能得到一个名额。在宫殿外的高处，那些在场的人看着已经分出胜负的比赛，对林范表示祝贺。他们的话中流露出的显然是羡慕之情。林范微笑着一一回应，他的眼睛里满含喜意。目前的局势出乎他的预料，好得让人难以置信。灵动和林琅天都顺利通过了第2轮，如果这最后一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通过，林氏就有可能真正得到这个名额。哼，林范，你们林氏这次真是走运，出现了2个这么厉害的人。莫今天，这个身穿黄袍的人也走了过来，他收回了目光，眼里有些吃惊。黄埔影的实力虽然不怎么样，但他的秘密手段非常难缠，没想到灵动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击败他，这种实力的确令人佩服。陛下过奖了，灵动和林琅天虽说有点本事，但跟三皇子一比，还差得远呢。这2轮比赛还没人能在他手下坚持20回合，这要是让灵动和林琅天遇到他，那就只能寄希望于运气了。林范笑着说明：哈，如果你们不想碰到三皇子，那就只能指望碰到王忠了。你们林氏20年前被我王氏夺去了名额，这回看你们有没有运气，将这个仇报给回来了。林范的话音刚落，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大笑。
林范皱皱眉头，转过头来，只见王雷什么时候也坐了过来。王雷，胜负未定，庆祝得太早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林范微微一笑地反驳道。听到这句话后，王雷只是笑了笑，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。在前2轮的竞争中，王忠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实力，使得王雷深信那个名额，他们王氏宗族已经稳稳攥在手中。接下来的最后一轮，只要王忠避开了3皇子的挑战，他们就有望获得5个名额中的一个。看着王雷那自信满满的神色，林范眼中闪过一丝掩藏不住的怨气。多年前，他们林氏宗族在最后一轮中碰到了王氏宗族，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，最后因1步之差而输掉了那份名额。从此，王氏宗族的嚣张气焰愈发高涨，如果他们再次赢得名额，只怕会更加骄傲自大。不过，林范也明白，王忠的确强大无比，这些年轻人中能胜过他的人实在太少，至于最后的胜负，恐怕还要看他们各自的运气如何。来到这最后一轮的，毫无一人是等闲之辈。林范曾经注意过，成功进入最后一轮的10人中，除了灵动和琳琅天之外，还有5人能力超强，他们都是名额的有力争夺者。无论灵动和琳琅天碰到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个，都必将上演一场惨烈的战斗。在宽敞的走廊中，小小的脚步声微微响起，灵动以均匀的步伐走向走廊的尽头，那里有一扇封闭的金色大门。每个脚步都向前迈出时，灵动的气息也在悄然变化，仿佛潮水般向前推进，他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接下来的是种子选拔的最后一场对决，这场对决将左右名额的归属。这一战关系重大至极，灵动深知这最后一轮的对手肯定会格外棘手。能从前2轮中顺利过关，本身就需要有近乎无敌的实力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能进到第3轮的10人都是大炎王朝年轻一辈中的10大强者。接下来的对手可能是他遇到的最棘手的年轻一辈，他绝不能大意。脚步声在走廊中轻轻响起，随着这声音，一股又一股强大的原力波动从灵动身上涌出，他的气息在此刻涌动到极致，充满力量的气息满溢在他的全身，他似乎正在期待那一场可让他的血沸腾的激战。咔嚓，强大的原力波动在走廊之上呼啸，那金色的大门竟然在这种压力下悄然开裂，裂痕越来越多，而灵动的气息也在此刻攀升到顶点，他的双眼中金光闪烁，弥漫着沸腾的战意。砰！金门终于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压力，彻底破碎，金色的碎片在空中飞舞，显得异常耀眼。灵动的步伐和门的破碎几乎同时发生，他用1步跨入了大殿中，然后他的眼神刹那间聚焦在了大殿的中心。大殿显得格外雄伟，但却无法让灵动有丝毫分心，他的视线在第一时间就落在了大殿中央的王忠身上。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虽然没有任何动静，但整个大殿仿佛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庄严肃静。当金门爆炸时，王忠紧闭的双眼也终于慢慢睁开，他的目光静静地盯在灵动身上，片刻后，他的嗓音毫无波动地在大殿内回荡起来：“灵动，你的运气不太好。”灵动看着他，全身的原力波动开始翻涌起来，言简意赅地回应道：“不一定。”听到这句话，王忠只是微微一笑，然后缓缓站起来，转过身来。他的一般模样下，却隐藏着让灵动不敢轻视的杀机。灵动的双拳慢慢收紧，而后轻声道出了2个字：“王忠。”